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北市议员洪焕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洪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不管是在经济、科技，甚至 AI 大战持续的开打。一向反中的川普，这一回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大改口说呢，要招60万名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被视为是要替中国，难道要打造大陆的工程师大军吗？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哦，川普现在变脸了，骂完中国之后，又突然间要保护起大陆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川普替中国留学生说话，这一回可是惹毛了自己的基本盘哦。为什么他要替大陆说话呢？是选前的操作，还是来自于金主的压力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刚刚说了，开放的留学生数量达到了60万人，但是现在 AI 中美之间不是正在冷战吗？为什么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川普替中国来打造自己的工程师啊？那么川普放了史上最多的中国留学生进来，学者怒批啊，是在帮中国养 AI 军团。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湾的部分也跟着美国一起来这个欢迎陆生，陆生的数量确实有增加，但是学位生的部分是没有增加的。陆委会现在怪中国大陆，真相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就这些议题来做解读。好，赶快来看到川普过去不断的威胁中国威胁论，并且他说了要撤销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比较吊诡的事情是，就在这几天11月10号的时候，川普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这位女主播她的问题蛮尖锐的，她提问川普说，中国留学生偷了在美国的技术，为什么一定要招募中国留学生呢？法国人难道不好吗？没有想到川普是当场反撬这位主持人，他说：“你真的觉得法国人比较好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并且他也帮中国大陆做辩护哦。在11月10号他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呢，如果减少了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会造成美国大学的财务上面的打击，甚至可能会倒闭。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说，你不想要把这些来自世界上1半的学生都砍掉，那会摧毁我们美国的整个大学和学院的体系。我并不想要这么做。好，这个话一出来之后，是立刻受到了美国自己内部这些保守派的反对哦。赶快来看到这位是 Mega 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当地一位比较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痛批川普，他是这样跟他讲的：作为忠实的 Mega 支持者啊，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中国学生待在美国，他认为中国会窃取美国的技术。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请教汉庭怎么看了？为什么川普一向都在说这个中国威胁论，这时候态度要180度的这个转向，替中国留学生说话了？是有什么样的政治考量吗？那面对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保守 Mega 势力，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才不会分裂自己的基本盘？川普其实说出了大实话，就从封杀到抢人，为什么突然变得真香呢？并不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多厉害，而是钞票真香啊！毕竟是现实的经济因素打脸。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每年可以贡献140亿美元的学费和消费，哇，是占美国国际学生总贡献的1/3啊！所以这么多钱，你通通都不要吗？那这一些能够创造的产值跟经济价值，你也都不要吗？如果按照当初川普的早期政策，要砍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全美将近有200多所的大学会面临财务的危机，中小型的院校更可能面临倒闭。而第二个呢，当然它也面临到了国际的人才竞争压力哦。所以美国 STEM 领域60%的顶尖 AI 研究人员呢，都有中国大陆的背景。所以黄仁勋就曾经警告，你如果完全限制了中国的人才，美国就会失去了技术的领导权。所以包含像特斯拉跟微软，过去其实也多次跟川普说，哎呀，绝对不能够限缩这个人才啊，对吧？我们全世界的人才都要有啊。好，那第三个呢，我认为他也在针对选战层面的一个扩大盘子。他可能也意识到了，就是单门靠这个硬核的来对抗中国大陆的议题是没有办法涵盖所有选民的要求，所以也可能想要扩大支持面，比如说教育圈啦、国际的人才圈啦，或者是跟教职员的利益攸关者。
那当然，他的这个做法就跟过去长期支持的MAGA 派是大相径庭的。核心的支持者呢，长期就是反中然后呢，这个保护国家作为一个诉求。所以当川普说：“哎呀，我们要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那当然对于这些保守派就会觉得很纳闷，这不是我们过去所反对的吗？对，所以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跟钞票主义之间的一个撕裂。MAGA 的铁粉他更在意的是一种文化的纯粹性，就哪怕学校倒闭都不应该放中国人进来，都应该要对吧？大就是这样。所以川普的转向实质上就暴露了美国保守派的结构性矛盾，一个是经济的现实也需要中国的人才，第二呢，文化的焦虑却驱动他整体的排外情绪。那当然，最后会不会影响到他整体的这些所谓的选票其实有裂缝的风险，但不会爆掉整个基本盘嘛。如果川普接下来呢又能够巧舌如簧告诉大家，哎，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美国好啊，对不对？为了高效啊，为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啊，好，那他的支持者呢虽然会不满但未来肯定也能够继续容忍。但如果支持者认为他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当然就会大幅离开。但是因为川普他在其他的很多政策方向当中，仍然是会保持他继续的美国优先主义，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只要他能够继续的说明，那相信呢不会对他的资本盘有太多的变动。好，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为了钞票的现实，还有经济的现实，现在川普决定要招募60万名的留学生。那现在一个排程已经出来了，就是未来2年内是60万名来自于大陆的留学生签证会来做，那么创下了这个数字是会是史上新高的。美国前国安顾问就痛批他说，我们不需要再引进另外60万名的中国间谍了，这话说的蛮难听的。另一方面，除了来自于自己内部保守势力的压力川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也做了分析，中美你们之间不是正在做 AI 竞争吗？那你这个时候帮中国大陆有点像是培养这个 AI 人才，会不会影响到美国 AI 未来的竞争力？虽然他提到了美国现在仍握有最强的 AI 模型跟1000亿的这些投资金额，但是大陆不可小觑啊！大陆目前拥有庞大的工程师群，而且它有低成本的优势，并且整个国家都在主导整体的 AI 发展。怎么看这开放60万名留学生会不会帮中国训练更多的科技人才？那川普这一次刷新纪录，放了最多一批的留学生，不怕输掉科技战吗？李将军怎么看？我们蛮讶异的哈，这个在美国来讲，以他这个这么强的国家，我们现在才突然发现说，原来他这用在教育的成本是这么的少。那在一般的学子来讲的话，大概自己都要花很高的这种金钱学费才能够去就读所谓的名校。大部分美国的学生来讲的话，他都要靠贷款才能够去念书，然后念完书之后毕业以后，当然你这等于说对投资自己了你这个投资了多少钱，那你后续来讲有没有机会回本回收？那比如说你假如说念的是哈佛、耶鲁等这个常春藤的名校来讲的话，你以后就业或许你赚的钱可以将这个学贷还完。大家记不记得在拜登时代的时候就曾经说要对这些有些学生他当初学贷的金额提出减免，那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你念书是很贵的。如果说你念的是好的学校，或许你还有机会工作上可以拿回本钱。但如果说你读的学校不是很好学校，那你这辈子永远都在背学贷当然，我们讲中兴之本就是在人才。那美国现在来讲，跟美中的对抗大概不外几项。第一个就是在地缘战略上面的围堵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印太地区的QUAD，或者是奥克斯跟澳洲的集团，或者是五眼联盟甚至于跟日本现在想要成立一个小北约这种形态，对中国来实施围堵。但是我们看到这方面来讲，可能这个也力不从心的，因为今年来讲。QUAD来讲的话，印度就不参加了嘛然后甚至于在南海这边来讲，菲律宾来讲自己也没有那能力担负起围堵中国的责任。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是在军事上面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压过中国？但是从这个第3艘福建舰成军之后，然后紧接着后续可能076也成军在各种先进无人机的这种研发状况之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军事方面来讲，可能美国这个目前看起来最起码中国在这个亚洲地区来讲，或西太平洋地区来讲，它有绝对的优势。那关税贸易现在来讲，这是很明显的。川普自己承认，跟中国已经是美中2个G2的两大经济集团已经形成了他不再可能有机会再去打压中国。那
唯一能够打压就是科技。那我这边讲几个数据给大家听哦。大家认为说是 AI 来讲，就算是你60个留学生到美国去以后，只是让中国更加强大。第一个来讲的话，黄仁勋有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如果说你们要问我说中国什么时候 AI 科技可以赶上美国，他说5到10年。生成式的 AI， 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哈。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因为中国有100万人，24小时不停的在做 AI 的这种研究、研发的大规模的这种研发工作哈。但是美国是多少人？美国只有20万人哈，人数上面它只有它的1/5，而且美国人要休假哈，这个时间到了他休假，他不可能24小时不停的在工作哈。第三个，他认为说是发展 AI 来讲，决心跟毅力，那这点来讲，我相信根本没有问题。中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出来已经列为国家重大的战略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未来的 AI 科技哈，在这方面，我想大陆发展一定会突飞猛进。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个哈，美国最担心的是华为这家科技公司哈，华为来讲这个。他现在的升腾910C 这个晶片哈，这个黄仁勋他说，他这个晶片跟他自己的 NVIDIA 最先进的 H100， 当然贝克威尔更先进了，他原来是 H100，他说升腾910C 的速度只是 H100只比它慢了8到12%，也就是但是它的数量哈，每个月他说每个月哦。910C 可以做20万片，那你看这种数量是怎么样的惊人哦？所以最后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美国继续在科技方面这个继续打压中国，那制裁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制裁结果只会就把这个 AI 最后冠军的奖杯是美国自己亲手把它颁给中国。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刚提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说要这个招募的60万人，保守派势力也就说了，他们担心说你会不会这样做，反而有助于中国打这一场科技战呢？因为现在美国眼前最害怕的问题也是跟中国打这一场科技战。除了在美国方面针对这个陆生有所这个政策上面的修正之外，台湾的部分也跟着美国的脚步在做修正吗？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有关于大陆的研究生在台湾的人数，去年是2296人，今年只有光是1到6月，其实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数字，达到了3046人。另外，在这个短短的暑期2个月的时间之内，台湾多所大学邀请了100位的陆生，500多位的陆生来台研修，并且还有400多位的陆生来台湾参加这些母校的校庆。但是比较吊诡的事情是，现在看起来虽然研究生的数量有在增加，但是有关于陆生新生来台的数字仍然是5年来都是持续的挂零。陆委会也同步喊话了，就说是中国大陆那边在卡人。干哥怎么看？我们看这个新闻，如果说不给你解析一下哈，你不会理解，因为上面好漂亮。你看去年来了2296名陆生啊，今年到9月已经有3046名了，那不是很多交流吗？啊，就是好像来来往往，这个非常的热络啊。不是，这些都是研究生，而且是短期进修生，大家能够理解那个感觉吗？所以到了最后才告诉你说，5年来台陆生新生是0，没有一个可以到台湾来念书，那就是基本政策出了问题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川普这样子，他愿意开放陆生来，那结果我们自己台湾呢？台湾跟大陆是兄弟，是同文同种，然后我们竟然可以说，我们还是欢迎你来，但是你审核就不会过。陆委会主委，我们的那个邱垂正他怎么说？从来我们对于学术交流都是健康的、支持的，从来没有阻挡。而且我们认为说，在那个赖清德总统今年3月有提出来说，对于大陆工作17项的工作，他说。那个主旨是我们以后两岸交流要尽量不要政治化啊，尽量要这个这个去风险化等等。但是问题是你对于大陆的学生来台念书，你真的非常的严格，不要跟我讲说这种表面上风光好听的话，但实际上你今天对于大陆的任何一切不管是人事物要进到台湾来的话是。前所未有的严格，然后呢，我们只要听你这样子讲，我们马上就想到一件事情：你对于那些发表不当言论的陆配，
我说句实在话，你可以用相关法令来办它，不是，是驱逐出境。如果今天你对于陆配是这样子处置的话，那谁会相信你对于两岸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还存着几分的敬意跟几分的期待呢？你根本就是要封杀跟扼杀，你的做法比川普还要恶劣，还要可恶，还要令人不解，还要令人震惊。我相信川普自己本身都会觉得说，你们同文同种可以做到这样，这怎么能够让人家相信？所以邱垂正，你也不要再讲那些我们听不下去的话，因为人家就是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多公立或私立的台湾顶尖学府，他们不想审，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陆生送件的话，到了陆委会又会碰壁，答案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们都比较倾向于拒绝去审这样的东西？久而久之，然后大陆方面他们也不让陆生来台了，所以5年来陆生来台是挂零。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跟我们的观光一样，中间有一条，他讲说，照今年9月有3046名研修生来台，超过去年整年的入境人数。什么入境人数？观光入境人数比观光客还要少，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入境的那个研修生要比观光客还要多，观光客还比较少，大家了解那个意思了吗？所以这是两岸之间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好好检讨。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